家好，我是杨志锦，欢迎大家来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接下来想要特别一提的是女子休学旅行。1919年的时候，台湾教育令颁布，将原来作为培训台湾女教师的国语学校附属女学校，改成台湾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有了女子教育的专属管道。那么这样的一个学校当中，也规范了休学旅行作为校外课程的一环。可是对于女生集体出远门去旅行，在当时候来说，可说是一个创举，更别说学校里头的老师们多半是男性，由男性老师带领着年轻的女学生外出休学旅行，甚至要过夜，这个自然不被女学生们的家长所接受。可是呢，当时候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他了解到休学旅行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也强调了这个活动是为了帮助学生实践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东西知识，并且呢，也对家长说明，这样子的活动是为了锻炼品性、拓展视野、增广见闻，来说服家长接受女子休学旅行。接下来，介绍几则关于女子休学旅行的报道。在1921年11月13日，有一篇名为《女学校远足》的新闻。在新闻当中写到，台南女学校有40名4年级的学生从台南出发，经过台中、新竹及基隆到了台北的这样子的一个行程。那么在1927年的5月，第3女高也计划从学校以步行的方式走路到基隆。这群学生有600多人，他们早上很早的时间就集中在新公园。由于听说当时候在基隆地区雨势很大，所以呢，当天呢临时就改变了行程，而改走到淡水，类似的例子。此外，台湾的休学旅行虽然以舟车代步为多，但是也有许多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天数的问题，所以呢也规划了健行、登山这样子的活动。比方说从阿里山以健行的方式走到塔塔加山庄，类似在岛内旅行的时候，这样子一般的交通工具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走路的方式，也可以达到运动健身的效果。也有些学校直接以攀登高山作为举行休学旅行的目的，例如第3高女就曾经在体育特殊活动里头明白的写到高山地带休学旅行的项目。它的主旨呢，是希望能够透过登山来体验新高山，也就是玉山以及中央山脉的雄伟，并且呢，借由登山这样的事情来锻炼学生们的体能，增强学生们的意志力和信心。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几张照片。首先呢，这2张照片是新竹高女他们的休学旅行照，其中之一是到了阿里山，并且在神木前的留影。另外一则呢，则是在台南的赤坎楼前。接下来这张照片，除了前述比较常见的景点参观之外呢，也有些学校直接以攀登高山作为举办休学旅行的目的。比方说这张照片的第3高女就曾经在体育特殊活动里头明令高山地带休学旅行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同时期也有不少女学校也开办了以登山为目的的休学旅行，比方说图片当中的南洋女子高等学校。
以下是一段口述。这段口述的内容提到，毕业前都会举行一次休学旅行。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就要开始存钱，到毕业旅行的时候可以支用。那登新高山的活动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想参加的人还得要通过身体检查。所以有些休学旅行的天数长，行程当中就会安排健行、登山等等消耗体力的活动。所以呢，如口述当中所示，他必须要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也为了避免学生因为身体因素而发生意外，所以在出发前还会安排学生参加健康检查呢。当然，目的是为了能够确保身体的状况，以及能够负荷整个的行程。1930年代有一本十分风靡的通俗小说，名为《可爱的仇人》。《可爱的仇人》这篇小说在1936年发行了单行本。在小说当中，有一位女孩名为例如，是小说当中的女主角之一。其中描写到例如为了参加休学旅行所碰到的一些困难和其心境。底下就是小说当中的描写。例如为不久要北上休学旅行而苦闷着，因为他的母亲秋琴是反对他无端多费的。他满腔充满着失望和悲哀，他想象着岛都的风光、总督府的楼层、什么北投、草山，一切的梦想都历历无穷。也许他自出娘胎以来都未曾到过这些的地方，这回的休业旅行是他唯一良好的机会，他深深的怕会错过。此刻的例如为了母亲不允许他参加休学旅行，于是跟他的青梅竹马平儿抒发了他难过的心情。从以上的引文当中可以了解到，休学旅行可能是一件非常花费金钱的事情，对于家境不甚富裕的例如一家，恐怕会造成负担。那么例如的心境又是如何呢？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的期待能够参加这样的旅行。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可以一睹台北岛都的繁华面貌。幸好在例如的青梅竹马，也就是平儿的游说之下呢，例如终于能够参加休学旅行。在经过几天的休学旅行之后，终于到了回家的前一晚。前一晚，例如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以下一段文字。例如自为休学旅行到北部一来，可谓玩尽了风光美景。今夜是回家的前一夜，大家都睡着了，唯有和他的朋友慧英偷偷先生的耳目，走出来坐在怡水园的喷水池边。夜景凄凉，心里有点难过。这个时候的例如有种依依难舍的心情，心里有点难过。究竟他在难过着什么呢？是在难过着即将挥别台北，亦或是还有其他的烦恼呢？从后续的小说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和慧英的交谈，例如和慧英分享着自己的恋爱心情。除此之外呢，也聊到了升学的问题，到底自己应不应该继续的升学，能不能继续的念高女呢？这些都在前一夜的喷水池边，和慧英分享的心情。从前面的引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例如在面对休学旅行时，他的行前心情和困难，以及旅行当中的心情，甚至是旅行结束后的另外一番的少女情怀。那么例如的经验，也许也某种程度的映照了同时代学生们的共同经验吧。